有一个阶段链，我不要释放，我全部都是凝，全部都是拧紧嘛。所以当我在做这个，你看我这个往内旋转，是因为你这里放掉，所以你只能这样子卷进来。它是原因之一，它是原因之一，所以它不是用硬，它不是硬转，它不是硬转。这个放掉，你人会有一个这个往前这样。平均放啊，对啊，两个，平均放两个一起放。哎，两个一起放，是不是？两个一起放变成这种感觉。对呀、那骨盆方向没有变，是不是？是髋关节跟骨盆的角度变了，所以你变成上身朝内，骨盆还是朝前。那如果我现在要走了，第二步走出来这里，一样啊，所以你才会有摆扣啊。那种感觉好像内侧这个放完之后，你人会旋转。对啊。那当你走出去，现在是外侧这个脚。不是，你要平衡的话，你两个要同时放，你的骨盆才会平衡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只是你放的时候有一个转的多，有一个转的少。那永远是摆的那只脚转，扣转的少。对，摆的为主比较多，所以摆会比较难。因为一般人走他不习惯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看哈，我有这个摆嘛，是不是？我过来我有这个摆嘛，因为有这个摆，所以当我这边一放松的时候，这个扣就出来了嘛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扣是因为这个摆而出来的，因为当我出来摆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有这个劲在了嘛。我的身体的方向性已经是这样子的方向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把这个控制一松掉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自然是这个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再走下一步呢？这形成摆的话，这出来就是扣嘛，扣我出来一个这个形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我再把这个一放掉的时候，出来摆了，所以。在走的时候，你的胯永远保持住什么？永远保持住这个的旋转的那个方向性，就它好像你一个弹簧嘛，你一个弹簧，你永远保持到那个弹簧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拧转。如果这两个胯永远是正面朝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正面朝前，你最多是用脚做嘛。可是当你这个胯这个地方，你的髋关节这个地方，你产生了一个什么？你产生一个这个。当我这样落的时候，这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了？所以当我做出一个摆的时候，这个腿本身就已经在续着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 torque。听不懂？你不要去做，不要去做它，是我们的身体自然。你看。啪，这就有一个了，是吧？当我把这个一放掉，根据这个，等于说我这个产生一个这个停住了，我把它放掉的时候，这个它是不是就这样转了？我释放掉那个力量的时候，它就转到它的正常状态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后面的扣就根据这个就出来。当它在这边停的时候。它不是在它的正位，正位是在这里，我的胯正位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可是它的扣上来的时候，它变成什么了？它变成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又积蓄了一个往这边转的一个力量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把这个再一放掉的时候，它自然什么？自然转到这边嘛，它要从这个回到它的正位了嘛，是吧？所以后面腿跟着这个力走，它就自然产生一个摆。当这个摆出来了，又产生一个这个，我放掉它又成为一个这个，听不懂？那这个跟上半身的这个旋转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
上半身旋转会引动你下面的这个东西吗？上半身是带领，那上半还有你的手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带领这个。所以当我带出这个的时候，这个出来这个力量，它也是一个自然的结果。你如果上面没有，你上面是这个样子，你上面没有任何的拧转，你这边产生不出来自然的摆扣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在走掌的时候，这个姿势是什么？这个姿势是从上到下，从每一个手、每一个地方都产生一个这个拧，都积蓄着一个这个拧转的一个力量在。所以这个积蓄到这个的时候，它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释放拧紧，释放拧紧，释放拧紧。它是一个这种状态，晓得吗？那我不要释放，我们有一个阶段练，我教过你们，有一个阶段练，我不要释放，我全部都是拧，全部都是拧紧嘛。所以当我在做这个，你看我永远在拧紧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腿，我跟你们讲过，你们还没练到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腿下来的时候，当我这个扣下来的时候，当它要走的时候，我不是靠什么？我不是靠它的自然释放。除了自然释放以外，我这个腿本身，我的关节、我的筋，我在做这个，我配合着自然释放我的筋，我这条腿整个的腿，我在里面做这个力量，我在做这个，然后我这个摆在这边，我也不是靠自然释放，而是我这个腿在做的时候，我这个腿你看，我在做这个，撑开拧紧，撑开拧，撑开拧，撑开拧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的腿出来，我们练这个腿出来，当我这个腿在这放的时候，我虽然是放在这个地方，外形没有变，可是里面的力量，我除了一个正面的力量之外，我可以做出这个力量，我做出这个力，我的腿里面做出这个力，腿里面做出这个力，外形没有外形是一样的，可是我可以做出这个力，我可以做出这个力，我做出这个力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我做出这个力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听不懂啊？所以你们老同学，我跟你们讲过这个，你们要去练习这个力量，腿上面要有这个力量。腿本身在里面，你撑开关节、拉开筋的时候，那个关节里面、筋里面在做这个力量，在做这个。所以我们的一条腿在那边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腿不是一个只能做一个直线动作的腿了。听不懂？我们的腿里面就有直线力跟左右拧转力，是不是？跟我讲这个一样嘛？你做这个，我们做这个三体式或者三七步，你这个腿在做的时候，这个腿在蹬的时候，它不是单纯的直上直，它不是这个力量。它不是只能做这个力量，它是在这边，它不要动，它可以做这个力量，它可以做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它可以做这个力量，可以做这个力量，它可以做这个力量，它可以做这个力量。听不懂？所以我说。一切要以什么？一切要以力量为准，不是动作。一个动作里面会有不同的力量，
一个动作里面会有不同的力量，而你的力量对的话，你会带出什么？带出自然正确的动作。你不要光去做那个动作，因为你去做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力量错了。跟刚才这个嘛，你如果刻意要去做一个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当你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力错了。因为当我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什么？我的力量是往上的，我的力量是这个力量。我从脊椎从胯到腿到脊椎到头，我是这个力量起来的。当你去故意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的力量错了，你的力量变成你是这个方向了，是不是？跟这个方向相违背了，你阻碍了这个力，听不懂？所以做所有的动作都要以力量为准。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什么力量？里面要产生什么力量？就是说我的目的是什么？而我要用什么力量达成这个目的？所以当我的力量对了以后，我的动作就对了。你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力量，你去模仿那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动作就错的。因为你刻意做的那个动作，它会限制住你那个正当的力量的流动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在练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要以力量为准。你要去感觉那个力量，都要以力量为准。但大家的习惯都是什么？都是以动作为主，都是在模仿那个动作。在看别人练拳，在看什么的时候，都是在看那个动作，没有看到那个力量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练得好，那个人练得不好，好与不好的差别在哪边？当然有很多种的标准嘛。我们在看的标准就是力量。你那个动作再漂亮，你纵着腿踢得再高，可是你阻碍了那个力量的流动，那个动作就错的。你看现在练太极拳那个女人，那个腿蹬这么高，那是什么力量？那你的力量到底要往哪去？你腿是蹬这么高，你这招的力量是要往上去吗？要往那边去吗？是吧？所以他们都是在做一些动作，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，做一些这些动作，你的力量到底要往哪去？你这一招到底要干什么？没有，他们没有这个思考啊。所以以力量的流动来看的话，我看那些动作通通是错的。你要我给那些人评分，我打的分数很低。可是你以他们的规定的姿态来讲，他们难度来讲，精确度来讲，他们打的就高。听不懂？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现在那个已经成一个主流了嘛。我很早的一次去当一个评判，朋友办的活动嘛，请我去嘛，也是有一个练螳螂拳的，他也是做这个，脚底下踩得很重，啪，打完以后每一个人都是很高分，我就打一个很低分，我的分数一亮起来，他们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跟我们差那么多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打得好是他那个声音啊，他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用力啊，可是他的这个行动跟他的整个的跟他力量的流动是不符合的，阻碍了他。当他做这个动作，他阻碍了力量的流动，因为他没有做对，所以分数就低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去这样子看。但是比方讲讨论正脚对还不对，问题是你正那个脚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正那个脚？
你的正脚阻碍了你的动作的流畅跟力量的流畅，你那个正脚就是错的。听不懂？所有的动作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打一拳看起来很有力，打一拳出来看起来很有力，可是这个力量阻碍了力量的流动。你这个动作阻碍了力量的流动，阻碍了衔接到下一招的力量的转换，你这种打法就是错的。晓得吗？所以你们练到后来，这所谓的内家拳的东西，为什么它没有自己的招式？三大内家拳都没有自己的招式，它都是用别人的招式来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注重的不是招式，是力量，是力量。所以你们练拳跟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力量的流动是不是对，力量的流动对，它带出来的姿势就是对的。但是你先要体会到那个力量，你先要慢慢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力量的流动。你体会到的力量的流动，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流动是对的，什么样的流动是错的。